这个能往下这个下去。这个是动作，动作，这怎么猜出来你画什么？屏幕前的大家可以猜一下我这画的到底是什么，可以把答案打在弹幕上。我就不信了，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和我同频的人。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接力画画的游戏，怎么个接力法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主题，你需要把你的主题给画出来，然后给下个人去猜，下个人猜完了再给下一个人画，然后以此类推，最后你的主题会再回到你的手上。但是这个游戏好玩就好玩在你的主题在下面传递的过程中会越传越离谱，越传越搞笑。黄金广告，这牛太厉害！现在给大家公布一下视频开头我画的画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空中飞人。咱们讲道理来说，我觉着我画的还是蛮不错的吧，有云彩，有太阳，有山，有飞人。我觉着前面的弹幕肯定会有观众猜对的。鸟不拉屎。没毛病，没毛病，合理合理合理啊！牛逼啊！我怪不得那么画。不是画这个画的人真的是个天才吧？我真的很难想象鸟不拉屎竟然可以这么画。牛逼！什么距离？我头一下子看到我就看不出来这个招画完的那一半不是我的空中飞人怎么变马桶了？现在是上午的12点多，好久没有见到店里这么早还这么热闹。前2天我还收到一条挺有意思的私信，他问我说我和老板娘平时吵不吵架，然后我俩赚的钱到底怎么分配怎么花。其实我和老板娘平时很少吵架，我俩唯一的分歧都是来源于店里，然后店里的各种事可能会有点不同的意见。然后是钱怎么分配，其实大头都是在老板娘那，然后平时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还有店里各种花销都是从她那里走的。但其实我这里也是会留一部分的，因为我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我就是会喜欢买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像有些时候我想买的东西钱批不下来的话，我就要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了，所以说还得是有点储备资金的。这个猴子你得抓20分钟了。抓20分钟了。OK。快跑！哪去了猴子？我没有想到我上班还要提供猴子代抓业务，这位顾客抓这个猴子已经抓了20分钟了没抓着，他只能叫我上来把它抓一下了。我刚开始在想这个猴子能有多难抓，但是当我一上手之后，我发现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这是病都阳了吗？手病阳的，我没找到。这么折磨吗？啊！就抓个猴子就抓不着了。不是，这个猴子是真给人抓的吗？是啊。你就这么抓了20分钟？对，就这么抓的。我抓2分钟，我都快崩溃了。哦，趁猴子不注意把它给抓住了。纯折磨人，我天！今天店里是真的挺热闹，现在2楼大厅居然也全满了。这么2组顾客全都在玩格斗游戏，这2位的话在玩街霸6，然后这2位的话在玩火影忍者。其实火影忍者和街霸是完全2个不同类型的格斗游戏，像火影的话是属于3D 格斗游戏，像铁拳然后龙珠电光火石什么之类的都是属于3D 格斗游戏，然后街霸6的是属于红版2D 格斗游戏。可能平时大家觉得像街霸这种2D 的格斗游戏都已经算非常难了，但是这种3D 的格斗游戏比2D 的还要上手难非常非常多。给大家看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原本大家都在这相安无事的各玩各的游戏，然后我就说了一句：“你在这玩什么游戏？是在玩怪猎吗？”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变成了现在这幅场景。哎，这就是怪猎的魅力吗？闻着味儿，闻着味儿就来了。这么多人，那都得大呀都。我算是看出来怪物猎人的影响力有多大了。我就说了一句：“你这玩的是怪猎吗？”然后这4个人就全都开始玩了。今天又下几盘了你们？下这第3盘了。前2盘怎么说？胜率为0。他跟我下12把了，胜率为0。这工作不用焦虑了，刚在那想怎么样能赢你军旗行了，没空想那些有的没的了。军旗很焦虑了，现在。翻出来你还跟师长，翻出来一个大 boss，是吧？还是赢不了。结果刚刚还在骗我，还说没子儿了。
都要赢了，还在博弈我。他达成了他的成就，军旗14连败。14连败。啊，你不是说你平时工作比较轻松，但你就是很焦虑。对啊，焦虑到干呕。对啊。你对抗焦虑的阈值挺高的。我觉得我挺高，因为其实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没有。那我懂了。释放的一个那我懂了。没有一个出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很焦虑吧，就是一点小事也焦虑，平时工作压力也不大也很焦虑，是因为他没有出口，没有一个能把这些压力跟烦恼排解出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人焦虑吧，他们就会干一件事，干什么事呢？刷短视频，越刷越焦虑。因为视频里就是大家的高光时刻，我们的视频也是。我们平时店里也没那么那个的，亏钱一样亏钱，我该焦虑一样焦虑，只不过是不想把这个焦虑再带给大家。对吧？因为现在生活中大家都很焦虑了，我还不如就留点开心的给大家看看得了。其实我开店这些年我一直在焦虑，但是我焦虑的不是很严重，但焦虑一直都有，看你要从哪一个方面去看待它吧，好的方面也有，差的方面也有。我发现现在来我们店里的顾客基本上大家都挺焦虑，所以说这一期视频想跟大家聊聊焦虑这件事。焦虑我觉得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人人很焦虑，不焦虑的人特别少。如果实在难受了，就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或者说给自己找个兴趣爱好去干，不要每天脑子里想一些未来还没发生乱七八糟的事儿。再一点就是焦虑其实也有正向的作用，就像我更视频，如果没有焦虑的话，我真的很难做到无天一更。这是焦虑带给我好的一面，它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不想做但是正确的事儿。就像我今天看 Tim 采访余华说了一段话，他说他现在依然焦虑、迷茫、自卑。他说很多人认为人成功之后就不会再焦虑了，他说其实不是，依然有。这个蛇草水美式最近口碑变得特别好，左面这2位顾客今天点2杯了，右面这位顾客4天点了7杯了，这也太夸张了。我觉得是挺好喝的，我都喝了7杯了。店里有爱玩游戏的，有爱看别人玩游戏的。就是像那种游戏直播，我们现场看。啊，那直播哪有现场看的有意思是吧？还真是。现在我们店小电视在玩地平线6，我能理解，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很火，问的和玩的人都很多。但是大电视为什么会有顾客在这里玩鬼泣5？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打折上就卖20-30块钱。这个进行讨伐，然后点确定，闪蓝光就是超级大成功，金光成功了，好，可以，很赞。怎么说？保底？保底，虽然是老史诗，但是保到底了，没有问题。现在地下城每天日活能有多少？就周4和周6的日活最高，估计大概有个20-30万，应该是有的。这么高？这原来巅峰时期这游戏能有800万，也不是吹出来的。现在楼上这2位顾客在玩 Switch 运动，这个游戏非常夸张，它一共卖了1800万份。大家可能光听这个销量没有觉得特别的夸张，但是它可是一个体感游戏，在体感游戏里面卖1800万份是超级无敌爆款的存在。不是这些在游戏里设计的车贴，我说实话真有点东西啊。这些车贴你放现实里也还都挺好看，真有点东西啊，真挺漂亮。香迷糊了，能打乒乓球吗？这个是今天我们店里的潮汕顾客给我们带的潮汕牛筋丸，我们直接用烤箱烤了一包。这个牛筋丸的口感真的非常神奇，咬下去一瞬间居然是 QQ 弹弹的，我真的很难想象牛肉为什么会有这种口感，然后味道非常的香。我现在就特别纳闷一件事情，为什么广东这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和难吃的东西都这么多呀？这是今年最新的白玉枇杷，这是在江苏开电话店的一个同行。每年出白玉枇杷他都给咱寄，已经连续给寄2-3年了。这人也太好了。而且白玉枇杷只有江苏苏州，苏州旁边不是有个湖吗？湖上那个岛，有个岛上，然后那个镇产的白玉枇杷是最出名的。其实白玉枇杷的特点就是它的甜味为主，酸味为辅，它的甜度比普通的枇杷要高很多，而且颜值比较高。但白玉枇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每年存在的时间特别短，只有10几天的时间。每年吃白玉枇杷的黄金期，我听说只有10天，就是这么的夸张。这个甜，巨甜，
这个可能手好了，一点酸味没有。送一个东西啊。小吕真的是太用心了，他居然做了一个我们视频账号在平台数据的一个统计，这样以后发了新视频，只要找个显示设备就可以在店里随时看到了。这就是程序员的魅力吗？这今日上镜观众是吗？因为你有很多观众，他没办法线下来打卡。哦，随机抽。对，但是他如果在评论里面被抽到了，哦，就他留评论就可以抽到，他就也出现在了你的视频里。哦，哇塞！太牛逼了！最离谱的是，小吕竟然还在这里面弄了一个压力指数，只要催更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压力指数就会越来越高，这也太离谱了。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给我们投币点赞、关注一下，尤其是投币的各位，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